本节目由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冠名播出。本节目由道道都好吃餐餐陪住您的全球百年酱料品牌李锦记联合冠名播出。厨王拼手艺，周转看实力。本节目由实力大品牌杜小满赞助播出。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全球销量第一的金龙鱼1:1:1调和油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常州近邻景宏实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大力支持。最终平均分是8.75分。哎呦，谢谢。我给这道菜打的是9.5分。哇，谢谢。首先呢，因为我觉得透过这个窗花看到醒狮的感觉，让我眼前一亮。就那么小小的细节，在这个窗花上有这个叶子，有这个小花朵，非常的美好。然后我以前吃过的都是一些清汤狮子头，今天呢是个重口味，又酸又辣，但是还很够劲儿。它的辣跟那个又不一样，它的辣就是完全就是沉浸在前面，它不会辣到喉咙，所以说我觉得它这个辣还是比较高级的。我觉得陶晓东这个鱼丸真的很好吃，糯糯的，然后化掉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再往下挖的时候，你又吃到了咸蛋的那个味道。哇，这就是那个咸蛋黄，简直是神来之笔，哇，太惊艳了。然后加上那个窗花，那个窗花配汤太好吃了，它硬硬的放到汤里面之后，会稍微软化一点。So good， 好好吃哦。谢谢。今天做的桂鱼蛋黄狮子头，这道菜的奥妙远不止于肉馅的精心调配，还有一个常规忽略的关键，就是水。像狮子头这样的淮扬菜代表之作之所以成为国宴名菜，正是因为它对食材本味的极致口感的执着追求。而在淮扬菜的清炖技法里，对于烹饪用水是极为讲究的，因为水正是融合所有风味的介质，但水和水之间大有不同。我平时做菜的习惯，用农夫山泉这样天然的好水，在低温慢煮的过程中，更能锁住桂鱼的鲜香，也能让蛋黄与竹笙的滋味充分释放，真正实现入口即化、鲜而不腻的传统精髓。下一位，请徐孝宏出餐。哇，这个也期待的。徐老师是什么来头？你一会儿吃吃就知道了。它是天花板，它比烟花闪。国宝级的，国宝级。哇，徐老师的麻婆那个宫爆怪味，川菜大师一绝。哦，这是什么啊？那听徐老师讲，我也不知道啥。哇塞，连其他选手都在帮他护送。对，看国宝级。哇，天哪！哇，这是牛骨髓。对，我也看见它牛骨髓。这个是甜品。这个烹饪理念就是热豆腐做了2个菜品，一个是热菜，一个是甜品。这个是牛骨髓，牛骨髓拌进去。红色的那个。红色是辣椒。辣椒。对，辣椒丝。哇哦！它是麻辣豆腐做了一个升级版。哇！我给瞬间流出，my saliva just came out。我的个天呀！就是这让什么？我的天呀，亲娘舅舅啊，就是那些词儿。我那个亲娘哎，是那种。我先给大家分一下啊。哇，真有米饭。米饭呢？徐老师，你先分他们的，最后那锅给我好了。哦，好，那么开心。那锅给你，够吗，哥？哇，把骨髓跟麻婆豆腐一起。这谁能受得了啊？哦，徐老师。好，来了。哇！啊，谢谢。来，好。豆腐不够可以加啊。不够豆腐可以加。哎，就等这一句。
各位评委老师好，我讲一下为什么要用豆腐。因为我在川渝地区长大，在我们的那个时候不太富裕的时候呢，我们招待客人一般都会用豆腐，因为它有很多变化，很多味道，可以做成甜品、豆花儿，还有呢做成热菜。最重要是在普通家庭，它可以补充蛋白质。我妈妈常跟我说要有豆腐精神，因为豆腐在嫩的时候呢是嫩豆腐，在老一道呢老豆腐，哪怕已经发霉了叫霉豆腐、臭豆腐。那么它意思就是说，我们面临任何的困难，我们都要有乐观的面对人生。人生下来都是有用的，我们一定不要放弃自己。这就是我的这个格言。我高考第1年没有考上，第2年仍然没考上。我第1年考高考的时候，英语考了7分，因为那个乡上的学校就没怎么有英语老师，对，所以那个是后来我们通过1年、2年、3年把英语给补上了，然后就考了。为什么会老向往去复考呢？因为那个时候你只有高考考上大学，才能走出我们的农村。在很多年前，我从国企辞职下海，因为我喜欢炒菜，所以我就想下海自己炒，或者自己创业。当时所有的亲戚朋友都不太理解我为什么去创业，只有老婆支持我。当时我们家里面呢只有5万块钱，后来我老婆拿了3万块钱给我进行创业。开店的时候实际上是不很顺利的，经营业绩也不太好，1个月卖的钱还不够工资，先不说房租，那怎么办呢？在最困难的时候，那么妻子就说：“你不是要有豆腐精神吗？那你发扬一下豆腐精神呗。”后来我就琢磨，然后把我们的鱼头火锅的配方给改了一下，同时也推出了几个招牌菜，一步一步就变好。到今天，我们已经多品牌、多家店在运作。我经常跟老婆开玩笑说：“你就是一个合格的豆腐西施了。”想想确实是这样，就豆腐的一生可以各种各样，讨人喜欢不讨人喜欢，但是只要它存在，它都是非常独一无二的。就是我觉得在任何时候，你都觉得你是一个过于平凡的人，你甘于平凡，但其实平凡之中才会展现出更加的伟大的意义。好，谢谢。好，我要说一下这个菜，一个是经典的麻婆豆腐，配上了我们的牛骨水。首先淡水豆腐做焯水，焯水的时候要用到酱油和盐，让它入底味，实际上是让豆腐更加鲜嫩。第二步呢就是炒这个汁儿，豆瓣儿，然后豆豉、辣椒以及姜蒜炒香，然后掺水，把豆腐倒进去，然后一起烧。但这里面还会加上我们的肉末呀，还有一些酱制品。慢烧1分钟后，开始至少分3次打芡至包裹芡。加入花椒面，花椒有香油，再淋入少量老油搅匀起锅。同时的时候，我们在提前大概20分钟要烤我们的牛骨水。豆腐也做好了以后呢，我们会用油刷底，再把豆腐放进去，再把我们已经烤好的牛骨水呢，然后点上去，最后点上辣椒丝。这天女散花撒花椰面，那是灵魂，这个菜就形成。为了表达对致敬豆腐，因为我是豆腐精神，所以我用豆腐做了一个分子料理的球化作为甜品。这里就是要用到微造水进行球化，球化之后呢，搁到我们的盖水里面进行包裹，最后再倒清水，这个就是球化的一个基础。那如何配搭它其他的这个味道？于是我们就想到了我们的大麦醪糟来做，它甜味怎么来？后来我们选择的红糖，这个味道就很丰富，层次很丰富。也就是说，这道菜实际上就是豆腐的麻辣与甜香的联名款。So good.
我有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个推车去哪了？在那儿。还有虾吗？加。来，那就不客气了哈，不客气了。来，有股水。来，你拿，你要，我这边有，我有。来，好，谢谢。来，吃点米饭。好。请现场所有的评委对这道菜进行评分。麻婆豆腐呢做得很地道，这个麻辣鲜香烫这个几个特色，都表达出来了。重点是它的麻婆豆腐还加了牛骨髓，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操作。它牛骨髓一挤出来的时候，我的口水，不是一点点哦，是整个嘴巴都是口水。麻婆豆腐饭，我天哪，我吃了2碗，有麻有辣，但是又不过，刚刚好，太棒了。只要参加比赛，肯定是有信心的。我觉得应该可以走到最后。徐老师所得到的分数是最终平均分是8.82分。哇，谢谢。哇，目前为止这是唯一一道让我手舞足蹈。我再给你来一遍，老师。好，谢谢高老师。哇，这个麻辣我还是觉得味道还是很正，就是非常喜欢。然后非常喜欢那个豆腐汤丸，用豆腐做，我觉得我还是第一次吃，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创意还是很好的。一道很传统的名菜，它配了一个很时尚创新的一个甜品。你看这豆腐晶莹剔透，真的就跟汤圆一模一样，甚至可能比汤圆还更亮。然后你枣子放下去的时候，啪，像绵这样子出来，吃起来很清爽，就把你刚刚吃的麻辣豆腐的这个重口味也把它给消除，搭配起来应该算是个绝配。Surprising thing that he present to me is 2 dishes, and the 2 dishes is totally different. Zhu Xiaohong is 60 years old already, and I can see that he's also trying to evolve himself to be updated because I can see his dessert. But also he wants to present his authenticity by serving the mapo tofu, so that really surprised me. 就他一点都不会躺在自己的舒适区去躺赢，而是让人家不得不佩服。我觉得这个精神非常可贵。好，谢谢各位评委，谢谢。有点担心，大家的分数都很高，不知道后面的选手会发挥的怎么样。就是我觉得能够留在这一轮的都已经是很厉害的厨师了。你知道那些老师傅的们招牌菜可能做了10几20年了，当然会有压力。对，没有什么所谓的担忧，做菜嘛，好好把菜做好，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请食人鱼进行分餐。好香啊！这一道菜肴的名称叫做鱼头之乡，湘是湖南的湘，因为这里面有一些湖南的一些元素在里面。所以说这个为什么做这道菜？我是从初中的时候，几乎每个暑假都会跟我哥去河里面去捞鱼，好像导致了我从厨师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杀鱼。当然了，也是杀鱼一次又一次的历练，一次又一次的这个挫折吧，使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坚持不懈的一个精神。我的第一份厨师长的工作，我的招牌菜就是鱼头。确实，这个鱼头呢，算是见证了我的职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些历程。所以一次又一次的这个复刻，一次又一次的成功的案例，让我对这个烹饪鱼头有很大的信心。把鱼头呢，用蒸箱，用85度去把它给煨熟，煨熟了之后呢，把它冷却掉，拆除。拆骨很考验技术，鱼头骨骼结构复杂且不规则，与鲜嫩易碎的鱼肉紧密镶嵌，增加了分离的难度。用力稍大就会使鱼肉碎裂不成形，最终影响菜肴的品相。
要保证鱼头形状不能破。然后我们用少部分的鱼骨、鱼肉呢去调制鱼汤。想熬出一锅好鱼汤，食材火候是基础，但真正的秘诀往往在水。像我习惯用农夫山泉，大自然的好水能充分激发出鱼骨、鱼肉里的鲜味，所以这汤才能做到鲜而不腻，汤色也格外奶白醇厚。用鱼汤去烩制拆烩鱼头，再加上我们湖南的辣椒、湖南的紫苏，还有我们腌制的剁辣椒，这就是湖南酸辣的味型。还有淮扬菜的拆烩鱼头，这2种淮扬和湘菜的结合就是江湖，然后我们叫做鱼头之乡。这个里边是这个是鱼泡里面的肋泡，这个肋泡里面呢，我们用了马蹄，用了一点点的猪肉，然后用了鲍鱼、海参都切成了丁。鱼泡完其实是惊艳到我觉得很好。然后其实整个一个汤配上你的鱼头，其实交织很好。我第一口喝的汤的时候，我觉得汤头非常的好，下去胃就暖了，然后这个酸酸辣辣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征服了我。你真的是我们节目中的水产仙人了，好几道都是用这个鱼来征服我们。谢谢。哎，所以你做菜为什么会手抖啊？因为我刚才看老师在做的时候手一直在抖。老师，您是紧张吗？为什么一直在抖？就习惯了。我的手腕，因为长时间的我们的工作啊，我这个手腕是有一点点问题。它时间久了，特别是拿小东西的时候，它就会容易发抖。这个是职业毛病。哦。接下来，请6位评委为这道菜进行打分。鱼头，我是从学徒的时候就开始，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江湖食人鱼的最终平均分是7.92分。这个菜的创意是很好的，但是呢，我去了很多果特，既然是树果的，就一定要把它去干净。汤的酸辣，辣有点冲，层次感稍微弱了一点。稍微可惜一点是，我觉得鱼肉没有入味，跟汤有一点点小小的分离。鱼肉是鱼肉，然后汤是汤，感觉是有点分离。当然也有可能是跟时间的限制有缘故，你可能再多炖一会儿，它可能就慢慢就入味了。时间上面欠缺的少了一点，如果再给我15分钟的时间，让它更入味一些，因为这个鱼头大，就是稍微让我觉得没有做到100%。好，谢谢老师，谢谢。源自自然的精华，才是本味之鲜。要尝出食材自己的味道，我选李锦记薄盐生抽。黄金地带的阳光，酿就独特的岁月鲜香。鲜薄1分会失神，盐重1毫会夺味。减盐味更鲜，让道道菜都好吃。李锦记薄盐，全国销量第1。高德扫街榜，扫真导航到店才算数。高德扫街榜，扫真信用评价才算数。找好吃好住好玩的，就查高德扫街榜，更真更全的榜单就查高德扫街榜。本节目由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冠名播出。李锦记蚝油系列，鲜熬型味更鲜，高端蚝油销量第1。厨王拼手艺，周转看实力。本节目由实力大品牌杜小满赞助播出。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营养均衡就吃金龙鱼1:1:1，金龙鱼1:1:1调和油，全球销量第1。
请秦卓南进行分餐。老师，海派干烧虾球，这个也是道经典哦。哇，你看看这个虾仁，就还没有吃就能看到它的那种弹。老师好，我是秦卓南，这道菜是海派干烧虾球。这个菜品是我要去面试的时候想要去做试菜环节的，面试了以后，结果也挺可以，是因为我用这道虾球的菜品征服了面试我的厨师长。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女性的厨师要上灶做菜是非常艰难的。那您当时面试上这家公司的时候，他们都是怎么看你的？瞧不上呀，瞧不上，嫌弃。他们会用行动质疑我呀，就每天给我烧汤啊。我可以每天下午不休息，就在灶台前打芡。在那里上完灶没多久就不干了，他让我调岗位，他说你那个岗位有人要，他说你下来，他要我调去做总调度，排单子，我们叫河王嘛。然后我就说那肯定不行的，我就不干了。可能在中途工作的时候会有磕磕碰碰，会有不顺的地方，但是我还是说服自己，是我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了，那我肯定下一步还是不能舍弃。那因为我的坚守，我的执着，我没有改变过我的初衷，因为我没有后悔过选择这个行业。我坚信我的喜欢，我的爱好，我有的这个信念支撑了我可以有女性细腻的观察能力，和男性站在同一个职位上去竞争一个岗位。当然这一路还是比较艰难的。做中餐这么多年，我始终坚信一盘好菜的灵魂离不开一瓶真正的好油。今天这道菜的底气就是来自金龙鱼1:1:1，它是由8种好油科学配比，配方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产品符合欧盟标准，全球销量第1的金龙鱼1:1:1，营养均衡又健康，让我更有信心做好这道菜。下油锅，那个油温是5成熟，然后将这些葱、姜、蒜还有笋要炒香，然后加入辣椒酱，加水烧开调料，然后再将虾球放入锅中烧开，就必须要勾芡，因为为了保证这个虾球的口感跟质地，所以它的时间不能久，它就是要透亮，而且勾的芡的话会要比较丝滑，而且能够是定得住。所以说这个温度跟芡的比例还是挺讲究的。突然一下觉得好吃到没什么可说的，这可怎么办？因为我是江浙沪，这个太对我口味了，是吧？请评委们开始为这道菜打分。它是我从厨到现在一直会烧的一道菜品，不可能会很差。现在公布秦卓南的成绩。秦卓南的最终平均分是8.6分，目前排名第3。我会觉得这道菜应该不会有哪个江浙沪会觉得不好吃，它非常好吃，也非常对我的胃口，而且每口咬下去，我觉得它很多虾肉的纤维里面好像都在爆汁的感觉，包括它刚上来的时候那个样子，涛姐说看上去就很 Q 弹，结果它的口感比它的样子更 Q 弹。而且就是它现在让我感觉它不光是海派菜，它端上来感觉是个气派菜。对，不光 Q 弹，说实话，它那个虾看上去还是略微有点惊艳了。这么大。
就今天做的就是有点晶莹剔透，很精致，真的是可以用惊艳来形容那个虾。你看它的 sauce 都很漂亮，上面都是亮亮的。其实一个 sauce 温度啊各方面掌控得很好，它的 sauce 才会就是很亮。现在做女性做厨师的越来越多了，但是在几十年前，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能够站到炉台上面去炒菜，而且一直坚守到现在，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其实，在那个年代，就是女主厨就是在厨房里做热厨的，其实是很少的，很少。中餐我觉得更少，中餐真的是不容易，因为它是要一个真正有体力的就翻锅嘛。For female, in terms of the natural how we are built is already difficult because we are not as strong as men. We have to admit that, and sometimes we get emotions. That's what everyone think. But for me, I feel like we are strong and we are competent of being in the kitchen. So nowadays I see a lot of great female chefs in the kitchen. Including my kitchen, we have a lot of female young cooks. And I feel that they are very determined. Nowadays, power doesn't mean everything. It's also about managing and executing and how to work smartly. 谢谢老师，我会坚持的。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寻觅美食，我从来不纠结，因为我有高德扫街榜，它是10亿人用脚投票的真实榜单，上榜餐厅都是食客们的真实推荐，更真更全的美食榜就查高德扫街榜。请甜咸全能王分餐。这个其实真的还蛮惊艳的呢，哇，大蟹配小蟹，谢谢你这道菜叫。是不是？是的，这道菜叫谢谢你的爱，坚持不懈，大蟹套小蟹。这道菜的话，其实我主要用到的食材是一个红鲟膏蟹。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食材？是因为首先我是一个北方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去南方的机会也非常少。那我更想说，通过自己，然后去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去学习中国的不同的食材烹饪的特色，去做一些新的菜品，能让我的客人在我的餐厅里面体验到不同南方的城市或者其他城市的一些和法餐相结合的技术和传统的一些表达。其实红鲟膏蟹也是我就是上一次去福建采风的时候，知道它是一个福建的一个比较特色的一个食物嘛，也应季。然后我就说，那把这个膏蟹的膏的精华，然后把它做出来。首先是用了这个稻田蟹去做了一个醉蟹，是有用到了绍兴的黄酒，然后还有用到了波特酒以及米糟去做了一个腌制。然后这个红鲟膏蟹，我有用到这个蟹膏去做了一个蟹的一个蟹黄酱，然后再用这个蟹剩下的部分去做了一个蟹汤，然后蟹汤和蟹膏搭配鸡蛋和奶油，然后做了一个茶碗蒸。旁边的话是有用到了红鲟膏蟹的蟹肉以及蟹黄酱以及一些时令的水果蔬菜做在里面，然后做了一个蟹球。最后的话会用喷枪增加一些炭烤的香气。这个蟹所有的部分都用到了。我对这道菜是非常多的信心的。6位评委如果品尝完毕，可以为这道菜进行打分。现在公布甜咸全能王的成绩。甜咸全能王的最终平均分是8.2分。谢谢谢谢。其实我觉得你这个秋天的概念比较好，就说是用了蟹，然后蟹有3次，但是我唯一的想问一下，蟹肉在哪里？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做菜其实并不是说
你做蟹就是要看到蟹肉，你做土豆一定要看到土豆。那你的蟹肉其实也是存在的，那你吃不出它的味道，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不存在。那么这个菜呢，是从综合利用的角度来看呢，还是不错的。但是呢，这个蛋羹呢，今天太嫩了，水分加的太多。下去以后呢，轻轻一搅，全部都成一个液体了。I agree that you don't really use the meat, but actually this kind of crab in Thailand, it's famous for the eggs. So I really like that you showcase different kinds of eggs cooking. And the shuramushi, I really like the texture. It's really soft. And the egg roll, this one is really good. I can see your personality in this dish by showing you want to highlight one single ingredient in different ways. And at your young age like this, I think you can go really far.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世界级的评委都觉得很好，我很高兴的。谢谢各位老师。怎么样？感觉你好像不在状态嘛？没事，周老师，就是有点饿了。哎呀，比赛也重要，身体更重要。我上淘宝闪购给你点一点补给吧。谢谢周老师，淘宝闪购我经常用，点外卖特别优惠。是吧？双11上淘宝闪购能抢100万免单，还可以抢最高111元无门槛的消费券，省下来的钱可以买很多好食材了。那我去帮你点一份。谢谢，一会儿见。好，来了。哇，谢谢。好，吃完了继续干活，我看好你啊。谢谢周老师，加油。好，请粤菜 OG 进行分餐。老师们好。哇，青蟹，二头练得不错啊。螃蟹界的高汉宇。对啊。哇，螃蟹为什么横着走？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他有钱。有钱？钳子。因为他有钱。所以他。谢谢。好的。这一道蟹的灵感也是自己的一个挫折，当时转换了一个新的环境，也是很怀疑自己，觉得自己真的很不适合在做这一行，或者在做这个职业。在经历了这种起伏以后，其实人是不能忘记初心的。可是我觉得我自己更像一只螃蟹，觉得到了这个年纪，其实也是经历了多次的蜕壳，结合了人生的经历，在低谷期，我打造了人生的这道菜。其实，在海鲜来说，它是很常见的食材。所以运用起来的话，我们对烹调也要拿捏得很好。第一个生熟度，第二个你怎么样把它的鲜味锁住。炸蟹之前呢，我会在切口处拍上生粉，这样能最大的限度锁住蟹的水分，让肉质更加鲜美。朱老师，我看粤菜OG它好像在螃蟹的切口上面淋了一点东西，然后再去蘸那个生粉，这是有什么讲究吗？在拍粉之前，它淋了一点点生抽。这个生抽呢，既给了蟹一点底味，同时呢，也中和了蟹的这个腥味。它用的这款薄盐生抽呢，鲜度足够，而且盐分少，所有这些条件都能满足，所以它用的很巧妙。可以，每一道拿手好菜都有属于它自己的秘方啊！学到了，学到了。然后呢，我准备了咖喱叶，放在热油里炸出香味后捞出。在切口处拍上生粉，这样能最大的限度锁住蟹的水分，让肉质更加鲜美。就再调一个很简单的料，又不会抢它，又要把它的鲜味衬托出来。刚刚好，就是要这种软度。其实做这道菜，我自己调了一个比较有风味的牛油酱。这个牛油酱我加入了蒜粉、黄芥末、砂糖、胡椒粉、2金条辣椒丝。锅里放大量的牛油和蒜油，煸炒出香味后，再加入牛油酱和青蟹，开小火慢慢翻炒，
让这个酱料均匀地裹在蟹上面。蟹的旁边，我搭配了一个炸过的葱油饼，会稍解牛油的腻感。所以这道蟹是你的代表作嘛？对，这道菜1年下来将近1000只的销量这样去做。哇！接下来，请评委们针对这道菜进行1到10分的评分。因为这个菜在我手上也做了很多年，我有足够的信心对我这道菜的呈现。我有点紧张，怎么说呢？都准备好走了。现在公布粤菜 OG 的成绩。粤菜 OG， 你的最终平均分是7.8分。其实我觉得整体这个蒜蓉炸得很好。唯一的就是从技术层面上说，这个蟹稍微差了一点点程度，因为我们在吃蟹肉的时候，卸下来是很不容易卸。唯一我觉得稍微美中不足的地方是那个葱油饼，可能因为你先做了嘛，有点凉掉了，所以有好吃，也有一些小小的美中不足，所以我给你8.2分。对。I'm looking for more technique, creativity, and personality on the dish, but I'm expecting in this competition to bring more, be more creative, be out of the box. Thank you. For me, the dish is very ordinary, very simple dish that I can find a taste anywhere that I can go. 其实这个也是有点紧张吧，有一些小细节，扣不住的时候就会掉链子。久等了。这是粥吗？这是甜品吗？这是汤吗？这是水果饭吗？今天做的是一个槐花饭。我觉得对他来讲应该是很危险的，大家都吃饱了，而且也没有什么胃口了，然后味觉也比较不那么敏感了，都已经在一个疲惫期了。对于一个槐花更加的没什么兴趣。又是主食啊！我刚才吃了2碗了已经。我在云南吃过鲜花料理，很奇怪的。很奇怪的。鲜花饼吃吗？都不吃，那个味道好奇怪。那你一会儿怎么办？糟了！简单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哦，哇！这中间是海胆啊？对，海胆。是有点想把头埋进去了。那我就直接开办。好的，这个饭是真的。对，是真的。这有点过分呢。哎，我们3个就和专业的区别太一样了，看官吃瓜观众感觉。怎么了？你想说啥？伟博哥的表情是要稍微多一点。对对对，我大概看明白了，他在想那一碗是给谁的。停了。最后这个留给你。给大家分享。谢谢。这个是要拌进去吗？不用不用不用，就是搭配着它吃，就像一餐饭一样。好好好。那我跟这道菜的故事呢，就是我第一次吃花的故事。我是宁夏人，然后我觉得槐花饭应该是所有北方孩子的童年记忆。我小时候，我姥姥经常会给我煮这个槐花饭。
我老家楼顶上正好就是有一棵槐花树，春天的时候我们会爬上去摘槐花，因为那个东西要一个一个特别仔细的去洗干净它。我老特别有耐心，然后每次都洗一大盆，因为我们家还挺多小孩的。洗好以后呢，就是沾面粉，然后在蒸笼上铺平，一直蒸到那个香气特别的浓郁。就别的我可能都不记得，但是那个香气漫着那个蒸汽，我可能到现在还能够想起那个味道。我现在离开家也有10几年了，然后我在成为厨师的道路也已经成长了很多。从最开始洗贝壳、洗菜的厨师，到现在管理过16家餐厅，然后也完全自己运营了一家fine dining餐厅。我当时真的是，只要1分换菜单，就是熬夜通宵，然后吃饭也没有。其实当时一点都不觉得这件事情辛苦。离家追寻梦想，做了主厨，那依然能够给我动力的和保底的就是这碗槐花饭。无论你在哪里，然后你在外面有多么拼搏，不要怕输，你家里至少有一份属于你自己的槐花饭在等你。谢谢大家。西安的学习是我离开宁夏到广州啊、上海啊，所以槐花饭是家乡。2种不同的地方代表我的成长经历，来去做这样的一个融合。用到了干贝清汤，预煮了麦子，然后把槐花和面粉混合一起蒸熟以后呢，在里面加入了一个10年的瑶柱，有一点懒人和炒鸡蛋的桂花去提香。最后面呢，蒸好以后，在上面铺满了葱、海胆和樱花虾，来给它增加一点新鲜的鲜味。搭配的2个呢，第一碟里面是跳水泡菜。在四川跟老师傅学的，自己做了一些改良，我会用到了更多的蔬菜，去做了更清爽、更天然的泡菜。第2个呢是用麦子汤煮的豌豆尖，然后搭配了一点点的虾干。好吃，好吃哭了。这是很家常啊！天哪，这么好吃！我小时候也是最想吃的就是姥姥的味道呀，也是因为我们姥姥就是会做那个肉饼汤嘛，一定是尊贵的客人来了，或者是就非常大的日子才会吃到。然后现在我妈知道我哪天要回的时候，就会早上起来一定会就看到那一大碗那个肉饼汤。我觉得它是一个爱的一个延续和传承，只要喝到这口汤了，你就会觉得啊，就是一个家的一个温暖和爱在包裹着你的感觉。我说回王凡的话，天哪，真的，我不能信导游的话，我也不能信景区里的厨子，我天哪，太打脸了！而且他加了那个海胆，我觉得海胆那个提鲜的那个味道真的是太神来之笔了。请评委们为这道菜进行打分。这个悬念也大了，当然会有压力。我的心是乱了一下，真的是紧张，这压力蛮大的。打分已经结束，接下来请评委公布你们的分数。 I give you 8。哇，最高了，最高了。7.8分。9.3分，我给了8.6分，9.2分，9.2分。现在公布花莽莽的成绩，最终平均分是8.68分，排名第3。谢谢谢谢。 How old are you? 29. 29. When you open the bamboo, and I saw uni on top. I didn't really like it because I think uni will overpower the flour. But when you mix together everything, actually the uni really complements the flour because it's not too much, but it gives that umami and salty taste to the whole dish. Very nice. Thank you. 然后为什么打谁巴掌呢？因为我之前在一个旅游景点吃过一个所谓的特色菜，也是说鲜花宴，然后全是用鲜花做的，然后当时吃完之后，说实话感觉很不好，所以我刚才一看啊，鲜花宴，我就立马跳到那个画面里，然后满脑子就啊怎么办啊，
啊，我可能吃不了那个，吃不了那个。结果，哇塞，我已经吃了2碗饭了，你这碗我也吃完了，哇，太惊艳了，太打脸了，太好吃了。他加了这个麦粉、干贝龙啦、海胆啦这些样的食材呢，来去提升了，把北方地区很家常的槐花饭做的呢很时尚。第一口，哇，你可以吃到很多不一样的层次，因为你有做很多不一样的一些材料嘛。然后吃到第3口，哎，好像味道有点重了，但是还好你有提供这个小泡菜。哇塞，它真的太好吃了！它这个泡菜堪称一绝。他做的这道菜，我觉得是可以在餐厅里售卖，然后又能讲故事。其实故事不是说一定是一个人文的故事，其实有可能就是背后一个食材的故事，这就是一种文化。第1轮比拼全部结束，根据评委的打分情况，目前排在最后1名的是粤菜 OG。现在请粤菜 OG 离场。够了，加油！在享受过程，来到这个节目的一个成长，就是一个蜕变的阶段，其实已经很开心、很满足。成双出对，有道理。等一下有什么要过锅炒的，要跟我说。好，我还有我的寄托在场上，因为我还有几个战友在上面。真的，你要加油啊！还有花吗？看好你了，让我看好你了，真的。OG哥对我这种照顾，真的是我很多年都没有感受过的一件事情了。那粤菜 OG 呢，是跟我非常聊得来，确实，有点伤感。9宫格末位淘汰赛第1轮已经全部结束，接下来要公布的是第2轮比赛规则。第1轮比赛排名第1的厨师徐孝红将享有一个特权，他可以从现场8种食材当中选定1种作为第2轮的比赛食材。粤菜 OG 带来的相应食材也将在第2轮被禁止使用。所有的厨师将拥有90分钟的时间，以该食材为核心进行创作。排在最后1名的选手将无缘总决赛。接下来有请徐孝红指定本轮食材。在我们的命运都在你手上啊！有点压力，因为当时很纠结，因为选谁都会撞车，不好选。不是，那他要是选到鲍鱼的话，不是又做一次吗？对啊，一样的菜啊。他要选到土豆，我不是还要再做一次吗？慎重啊！小胖，徐孝红，请你对第2轮的指定食材做出选择。我选择桂鱼。徐孝红选择第2轮的指定食材是桂鱼，意味着所有的主厨将在第2轮比赛当中以桂鱼作为主食材进行烹饪。选的是桂鱼，因为桂鱼的话没刺，然后好做。因为我们开店，每一家店都是以鱼或者鱼头为招牌菜，所以我觉得你有把握。你这个桂鱼不是姜我军吗？我不是做过一场桂鱼了，你叫我做桂鱼，真的想不好做什么桂鱼好。选了一个非常难的，它能勾画出来的菜品太多了。我想一想啊，怎么搭配呢？桂鱼的话，在西餐里面我们不会经常用到。之前有吃过桂鱼，但是做桂鱼的话，这次是第1次。瞎了，我真没搞过这个。
今天分享一道蒜蓉辣椒酱焗海雕大黄鱼，取鱼身肉切成2.5厘米宽的条，倒入油，加入配料，加上这款蒜蓉辣椒酱，炒香后可以激发辣椒的鲜香和蒜香，搭配上大黄鱼会更加鲜咸香。要想这道菜好吃，蒜香一定要浓，但不能霸道抢味，所以我会用李锦记的蒜蓉辣椒酱，它蒜香浓郁，鲜辣清新，也不会燥，会凸显这道菜的层次感。盖开局，好，开盖，一份鲜香开胃的蒜蓉辣椒焗黄鱼呢就做好了。先起见凉，大家不妨在家里也试试。徐小红指定食材：桂鱼。Pan 为选手带来食材猪舌，既没有吃过也没有做过，心情特别复杂。我完全没有理解，我的大脑一片空白。煮太够了，煮太够了，挂不掉。这什么？臭鱼。哦 No. 哇 To be honest, I didn't really like it. 还吃吗咱？现在打分肯定0分。做鱼我擅长。还生煎，太卷了。还是想好把每一场做好。你这道菜真是让人给跪下了。哦，我妈吃的可能都要叫妈妈了，因为这太好吃了，非常香，非常棒。我也想再加一点。没有太十足的把握。我给我自己打分的话，5分都没有。这个口味有点单调，它的层次不够复杂，在比赛的时候稍微有点吃亏的。也可能是我的最后一次。愿意为我的烹饪一直去付出，特别的可惜，我评不了了，我已经。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